广东广州被评为中国年味最浓的一线城市，所以今年除夕日跟大年初一，我来到广州，暴走了10多个小时，去了这座城市很多的地方，但是看到的真实的广州却完全刷新我的想象。我被这座城市惊艳到，但它的一些地方也让我理解不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我满心期待的来到这里，却仅在这里待了一个除夕夜，就在大年初一晚上匆匆离开这里。这里还是你记忆中的广州吗？天，好大！新年第一天啊，9点30分出门了。哇，你看，昨天穿短袖刚刚合适，今天这个风吹着还有点冷哎。Happy New Year， 朋友们！少了，我的天！早上出门觉得穿一个小外套都怕热，我发现穿少了还有点冷哎。这气温应该10多度吧？一夜之间啊，降了10多度的气温。好久没骑共享单车了，马路上车不算多哈。哇，那这个鸟语花香的绿树成荫啊，这个三角梅啊开得正艳啊，想想一南一北，因为刚从北方回来，就觉得还是整的挺。我天，南方周末，南方日报，挂了红灯笼呀，喜气洋洋。公交车上人很少，哇，骑着车在这里很舒服哎，就有点冷，像一只快乐飞翔的小鸟。大年初一啊，朋友们，你们那里的话，大年初一一般会做什么呢？南方都市报、南方周末，这些都是好多年前我常看的一些媒体。是不是有点空空的哈？啊，这些外卖小哥现在脱缰的野马一样，在宽阔的、相对空荡的马路上飞驰，然后呐喊。大年初一还在跑外卖，真不容易啊！为了挣个养家糊口的钱。现在我要去广州最大的迎春花市。空空的街道，那边鞭炮响了。我听说整个广州啊，昨天晚上天河区是鞭炮齐鸣的。记忆的炎夏，9点半，鞭炮声不断呀，花开正艳。这个是紫荆花哈，紫荆花。骑车骑了10多分钟了，没看到路边的餐厅开门的，去哪吃早餐呢？吃个广东早点啊。这是市场监督管理大楼，欢度清洁。你看对面一排的商铺啊，还是有个别这个餐厅开门的，到处贴着欢度春节。这家牛肉拉面开了，恭贺新春，终于看到年味儿的元素了。舞狮啊，广东的一个文化象征了，春节的符号啊。我从小看这个舞狮看到大，因为这个岭南地区嘛，每年逢年过节哈。去年看舞狮是在这个湛江过年历的时候，
这是广百货，马上开始了，9:50。通常舞狮都是跟鞭炮一起出现的，所以现在只有舞狮没有鞭炮，就显得这个舞狮好冷静啊。可能屏幕前好些观众朋友挺熟悉这个粤语的，每人拿了一支毛笔。画经啊！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久久同心。新的一年，祝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一帆风顺，二龙腾飞，三阳开泰，四季平安，五福临门，六六大顺，七星高照，八方来财，久久同心，十全十美。顺德烧鹅，大年初一啊，一些商店、餐厅有的开，有的不开。路上穿梭的身影啊，大部分就是这个外卖小哥。环卫工人依然在工作。也是有一些早餐店开门的，蟹黄汤包、牛杂铺，马上发财，发财到广东，东南西北中发财在广东。又看到一家牛杂店，牛杂粉、冰糖葫芦。公交车上寥寥几个乘客。一起风啊，这个落叶纷纷，有无家可归者。全国人民新春快乐！昨晚看直播啊。凌晨1点钟啊，这个花市还是人山人海的。这是广州最大的迎春花市——天河花市，好像说是拆了，昨晚就拆了。这些都是真的花的，朋友们。天河花市正对着昨天我们去的这个花城广场。它这个到凌晨，年初1的凌晨就已经全撤了。就是咱们这边习俗。对，每年这个初一凌晨之前几天，它就摆满花，然后让很震撼的那个场面，就是让人家买花呀，买那些过年用的一些工艺品啊，吃的呀，很多。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这来晚了，昨天晚上凌晨的时候就拆掉了。那我昨晚我还要回去剪视频。
来晚了，朋友们。这个天河花市呢，好多人等在这里，舞狮表演啊，又有舞狮表演。来到广州过年啊，看不完的舞狮表演。再来一遍。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个共享单车，你扫码了它的时候，它都会祝你新年快乐。岭南大庙会。好靚啊！好靚啊！给每位商户发红包，这几位财神爷好高啊！永辉超市，这个商场每家商户都在营业呢。新年快乐，恭喜发财！今年因为在异地他乡过年啊，既没有发出去一个红包，也没有收到一个红包，不知道屏幕前的你有没有收到红包呢？哦，这是海洋世界，这里买票进场看企鹅啊。这个锣鼓喧天啊，酒店呢里面也是张灯结彩的啊。恭喜了！给了我的2个双胞胎外甥啊，发了红包啊，在今年发出去的第1个、第2个红包。跟着一户商户说啊，他家不营业，那么我们家的客人就能坐他家门口的位置上了。你看，有一些开业，有一些没开啊。哎，吃个肠粉嘛。现在早上11点了，这个是早餐，也当中餐了。黄上黄辣味肠20的，金沙红米肠36，还有干炒牛河、菜篮。
这是皇上魂辣味肠粉啊，试一下。一张蛋，其实很想吃个牛河炒粉，怕浪费了。这个肠粉挺滑挺嫩的。挺不错的，这广东腊肠是带甜味的，20块钱一条。好嘞，大年初一中午11点半，顺德烧鹅这里已经排了一些人，烧鹅双拼33元，这个顺德烧鹅68元500克。米饭算了吗？还有2个米饭。有。发现才吃了1个肠粉，就有点饱了，那胃口好小。大概在20个小时前，我还在贵州侗族的一个山村里面，我们不妨把视线回到20个小时以前。大年30的动车车厢啊，几乎没有人。我在剪明天大年初一发布的婚礼视频啊，所以看到这里的朋友啊，新年快乐！很久没有拍这样的，准备出发。还没找到酒店，现在8点钟了。这是珠江新城啊。这个最多摩天大楼的地方啊。2026年农历最后一天，别人正在吃年夜饭的时候，我还在路上到处奔波啊，这也是难忘的回忆啊。住了个28层，来了。哦，在2026年的农历最后一天，就在28层的一个酒店公寓，带阳台。哇，夜景可以啊，这个夜景就值50块钱。你看，你看到这个大楼应该是在当地挺有名的一个大楼。哇，有点恐高啊！我已经很久没住过这么高的房子了。啊，还是在这些小城市舒服啊！你像这种房间的话，在小城市也就70-80块钱。立马把厚的裤子换成很薄的运动裤子。这边的温度感觉都有27、8度，天啊！我已经很久没经历过这么热了。在东北零下10度我都习以为常，零下20多度才觉得有点冷。2026年2月16号除夕夜的8点21分，那么我穿上这个短袖，我突然觉得有点搞笑啊！怎么一个国家它的气温差异那么大，一天经历2个季节啊，一个冬天一个夏天，就一念之间啊，整个除夕日的生活真的发生180度的变化。我今天已经交了88元在兆仙洞在吃这个团圆宴年夜饭的，然后突然之间我就想离开这里去哪不知道，然后先到这个高铁站再说，到高铁站了，现在还没有吃这个年夜饭啊！哇，这公交车上只有1名乘客，但是公交车司机照常工作啊。现在我们去花城广场逛一逛啊，然后待会儿再去珠江边啊看看夜景，吹吹江风。坦白说啊，我来到广州最大的印象就是这儿的人都穿短袖的，你知道吧？这个是城市的 CBD 区域了啊，路上的车不多也不少。肯德基啊还可以啊，照常营业。应该一些餐厅已经停业回家过除夕了。早上就吃了一个五花肉糯米饭，
然后中餐没吃，现在晚餐也没吃，就吃了一包坚果。中午就一直在剪视频、拍视频啊，这些公交车都是空空的，然后到站了，开门没人下车啊。你看这辆有2个人，算是多的。诶，来到广东哈，吃年夜饭，好像在北方吃饺子，那么在广东好像说是要吃烧鸡、烧鹅、烧鸭哈。我来过广州几次吧，但是从来没有这么突然看到那么多这种高楼啊。广州没有共享电车啊，只有共享单车。有个共享电车那就舒服了。不知道今晚跨年夜有没有这个烟花？好像大城市都是禁烟花的，可能也看不到，不像我们在延吉的时候啊。但是来到广州，我也发现了这个外国人不少啊。到目前为止没有看到任何有年味的元素啊，就是灯笼啊、对联啊，什么都没看到，就是跟往常没有什么分别。今天是除夕啊，先祝大家除夕快乐！给大家看一下，这么多的共享单车，看吧。一边是摩天大楼，一边是满目的共享电车。来到了这个建筑地标国间天地，哇，啊，好看，像一支钢笔啊，会发光的钢笔。在大城市，特别这种一线大城市，显得人很小，特别是建筑啊都很高大。我的天！这发光的巨物，广州友谊商店，广州室内免税店，这里有一个金色的雕像。今天的话就带大家看一看啊，对广州在除夕跟春节这一天发生的一些事情，或者说这里有怎样的景象感兴趣的一些观众朋友，看看可能你们过去工作的地方、生活的地方啊，它是什么样的。哇，广州塔啊，很秀气啊，五彩缤纷的。问题是我现在还没找到吃的，一路走过来一家这个吃饭的地方都没看到。这个建筑啊，真的高大。到了珠江江边，一下子多了好多人啊！原来无论是游客还是市民，在这里休闲放松呢。这个就是这座城市最热闹的地方之一了，因为珠江边又是广州塔附近，也是这个城市夜晚。哇，这么多摩天大楼，而且形态各异啊！花城广场啊，这也是我住在珠江新城附近的原因啊，因为这个地方四通八达的，去哪个地方都比较方便，让我想到深圳的市民中心啊，也是这个城市的面子名片。哦，下面有餐厅了，但是都是连锁店，它就是那种钢铁的很刚硬的风格。啊，像这边这一栋呢，是相对的这种秀气一点啊，圆形的一个结构。哦，原来背后就是广州塔，我没注意往后看，一往后看发现，一条非常美丽的线条啊，向天空延伸开来。我还是人生第一次夜晚来到这个地方啊，
以前在深圳工作的时候也来过1、2次广州，但是都是跟朋友来吃饭，都没有，就是说很细致的去游览这座城市啊，都是这种走马观花的，这种蜻蜓点水一样的浅尝辄止。刚才去到酒店啊，感觉一路颠簸啊，就来到一个这种可能很同质化的大城市啊。但是此刻我觉得离开贵州肇兴这个小山村啊，来到大城市过一个除夕夜啊，也是不枉此行吧，也算是多了一份这种回忆啊。因为如果你在村子里面的话，你的回忆呢可能已经是没有更多的一个延展的空间了。我的天，我也是第一次来这里。朋友们，有年味儿吗？我的天，这广州这个地方也太漂亮了。你看，这是我这几年看到最繁华的景象之一了，甚至没有之一啊。如果论这种高楼啊，论这种灯光啊，论这种城市的这种现代化呀来说的话，我在前不久去北京也没有看到这样的景象啊。北京没那么多高楼的，要是能比它的话，那就是上海跟深圳了。还是先吃饭，吃完饭再去这个珠江边溜达。看啊，这下面挺多餐厅的。哎，不对哎，下面的店也关了。这星巴克倒是开着，但是我右边的这些餐厅都关了。看看前面有没有吃的。你看，关了吧？关了。家庭拉面，不会年夜饭都吃不上吧？啊，春节放假时间2月15号到2月19号，也就是在初4才营业。哎，这里有一家开的顺德味道，哇，这生意这么好，好多人啊！哇塞，原来好多人都到外面去吃年夜饭了哈。不见得都在家里做年夜饭。然后刚才我跟服务员说只有一个人用餐啊，他一时半会儿没反应过来，一个人吃年夜饭。现在就是已经卖完了今天的。哇塞，想吃的好多都卖完了。我想吃那个鲈鱼没卖了，这种。哦，还是来晚了。我看到别人的餐桌上有好多我想吃的，等了接近20分钟了，终于上来了。但是这个除夕夜啊，这就是我的年夜饭了。朋友们，你们吃的是什么年夜饭呢？应该屏幕前没有人的年夜饭比我吃的更简单了，我相信。但是我依然很知足，因为不见得需要多么的奢华。有时候太多了，浪费的话反而有负担，这样刚刚好，挺下饭的。这份46块钱，好像别人看到我一个人吃年夜饭，而且就吃一个菜，感觉他们都用那种好像挺可怜你的眼神看着你的。今天是除夕夜嘛，你们没有和家人一起团聚啊？啊，但没办法，有点无奈啊。明天可以回去了吧？没有，都不放假的。天啊！到过完就是白领上班9天假之后才能休，还是回家过年。你去年回家过年了吗？去年也是在这里都不放假的呀。哇，你2年不跟家人团聚了？对。哎。过后才回家。太不容易了。好，谢谢你们的这个付出啊，不然我们都不知道去哪里吃饭。还是有文化的好。对呀，有文化他们那些工作都放假的呀，是吧？那我们没文化时。会有人想到
像我这种一个人在异地他乡过除夕夜，算得了什么？你看人家还在工作，还在起早贪黑的，从早上干到晚上的。这续了一碗米饭，年夜饭，简简单单。关门，关门。好多人坐在阶梯上跟广州塔小蛮腰啊合照。在2024年春节的时候，我在贵州毕节的一个乡村里面啊，除夕夜，然后每家餐厅都关门了，我只能去超市买了一盒泡面，回到这个宾馆里面，一边看春晚一边吃泡面。有人就觉得好心酸啊，但是我不觉得。哎，这么200的搞不过。9点半啊，还有2个半小时就来到马年了。回头一看，还是有点被惊艳到的。啊，这终于看到一点过年的元素了啊！恭贺新春！他那个不对，他那个知道了吧？用我的吧。龙马精神，龙年行大运啊！我在广州，祝大家新年快乐，马年大吉，马年行大运。马的成语啊，我想想，马到成功，龙马精神，一马平川。你看那边已经放烟花了。哎，说不定今晚这个12点一过，这个城市很多地方能看到绚烂的烟花呢。看到这个满目的苍翠啊，然后想起我在东北的时候，看到一个室内空间里面装饰了一棵大大的榕树，那是假的。那北方这是冬天看不到绿色，人们对绿色、对这种生命力的一个渴望。花海真漂亮，这座城市。听那边的鞭炮声、烟花爆竹，已经才10点钟不到，已经在城市的一些其他角落此起彼伏了。不动不动。就是那些拆迁的，我操！朋友们看，看啊，烟花啊，那边
也算是有年味儿了吧。哦，原来这里是一个小岛，是珠江上的一个叫海心沙的一个岛屿啊。我们看它的形状像个航空母舰一样啊，有17万平方米，东西长960米，南北宽250米，于2007年3月动工建设，2010年亚运会前投入使用。海心沙的一些景点啊，码头、海心楼、广西海寿英迪格酒店。朋友们，你们的城市啊，年味浓不浓啊？如果很浓的话呢，也可以留言告诉我啊，看看我以后有没有机会去过一个年。里面是海心沙嘉年华，类似于一个游乐园啊。今天除夕放假了，可能过几天就开营业了。海心沙码头、游船、夜游珠江、海心亭。哇，这个广州塔近看还真壮观呀！你看，远看觉得小小的，近看真的是壮观。现在是从珠江的北岸看广州塔。这一段江啊，好多的码头。珠江游航线示意图。这个是猎德大桥。这个是海心沙的一个西区码头啊，往东边走还有个东区码头。游船起航了。在草坪上坐一会儿，这个追求进步跟效率啊，让他什么都不做，他还待不住。哇，这个烟花爆竹声，广东、香港、澳门2025年。大人，来一个，来吧。好不好？我也要看。为什么不发我？10点15分，现在开船。每艘船路过这里的时候，上下的人都欢呼着打招呼。终于等到了除夕守岁，喜乐相随。朋友们，除夕快乐！好，看完了除夕夜的广州，我们把视线回到大年初一的广州。我将前往北京路大佛古寺。来到广州1号线公路公园前站，去大佛古寺。这是大年初一的商场。好吃吗？有 YouTube 嘛？
记住我看网上说这些大城市春节都会沦为空城啊，这个人们都返乡过年了。然后我也在想，广州会不会也是空空荡荡的呢？群众朋友们，这里是出口，请往前面走。这里。群众朋友们，这里是出口，请往前面。群众朋友们，这里是出口，请往前面走，这里只出口。转运风车，大佛古寺。听说进大佛古寺很多人排队，要排很久的队才能进去。潮汕鱼蛋粉世家，好生意火爆呀，座无虚席。而旁边呢，你看排的水泄不通的人流，就是想要进大佛古寺啊，去拜一拜的哈。哇！我看到这一幕我就不想排了，我的天啊！很前面就开始排了。哇，好多吃的呀！脆炸鱼皮，潮汕蚝仔烙。我看到好多人跟我一样的来到这里，看到这个漫长的队伍以后就打退堂鼓了，不排了。目前看来应该是有300-400米那么长，起码。走那个街头再回来。好多人。大鐘喎。難啲就算啦，就唔過去啦，咁就。因為很多人呢不想排隊，想要出去，但是這個鐵柵欄呢，只能讓你順着這個人流往前走，這個就不好走出去了。所以現在在討論能不能打開這個東西，讓我們出去。现在出去还要排队。你看，靠近这些景区或者说热门商圈的所有餐厅都是营业的，好多吃的。终于到这了，可以出去了。来，如果你往前排队的话，大概300-400米吧。去排队，充值1。这是我人生春节见过人最多的时候，因为以往我都在村里过年，只有2024年在贵州的乡村过年啊，但是那个乡村也不可能看到这么多人，所以今年的春节是我人生见过最多人的一个春节。北京路步行街、南越王博物馆、广州都城王庙。好多的蟹黄面、蟹黄汤包跟牛杂粉店，买个风车转运，风车一转，运气好来。我感觉每家店的生意都好火爆的。啊，然后姐姐的呢？你是大片的3个大片牛肉粉。好，来，马上来。来，你要加萝卜。好，来。
广州市教育局。羊城铁骑。岭南金融博物馆。这是北京路。一帆风顺，阖家欢，身体健康，行好运。丁财两旺。10块钱一个。春节行花街是广府地区春节前夕规模最大的一项民俗活动，它指每年农历腊月28到除夕夜之间，已经结束了。朋友们，这里是出口，只出不进，请往前面走，谢谢配合。群众朋友们，这里是出口。马到成功，马上有福，龙马精神，马上有钱。北监路始建于公元前214年。菊花茶，小时候经常喝这个，烧鹅应该都凉了。这米饭都变硬了，拿了它1个多小时吧。南宋门楼。宋代门洞路面。先往前吧，中国福利彩票。然后这种是最好的，一本是1000到550。然后这种票到现在还有活动，机会大很多。所以你单张中500、中1000都有人送。中国体育彩票。这个是个马来，是5碗鱼那么大，看一下。是巧克力，是吧？来，随便挑，随便选。
嘅嗬。都冇地方放啊呢度。得你拎住嘢就嗰個蒸好咩？呢啲咪隔離啊？啲隔離嘅。马上有钱。这地方挺像我老家玉林的，我们玉林有一条街也是这种骑楼风格的哈，也是上世纪这些华人啊回乡的时候建的。海南青芒9块钱500克。老广牛杂萝卜牛杂面筋。牛杂好吃，汤好喝。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胃口这么小，早上去吃那个肠粉就饱了，包括刚才吃那个烧鹅都有点吃不动，现在就很撑。但是这里又看到好多想吃的，但是又吃不动了。顺德老字号双皮奶，顺德双皮奶，大概几年前我为了拍视频，专程去顺德品尝各家的这个双皮奶。牛筋、牛肚、萝卜、牛杂、肥肠。一碗椰汤面哈。看越秀西湖花市花王展厅，花城花街，哇，越秀西湖花市。我们看一下这些菊花花王，然后兰花花王、水仙花花王，哇，金菊花王、郁金香花王、玫瑰花花王、百合花花王，都是万里挑一的，没赶上这个各种花市哈，但是我们也能一睹这些花王的风采。哦，这个是什么花的花黄？桃花。啊。富贵竹。进不去，所以我坐地铁来到陈家祠，我发现陈家祠也进不去。哇，这个排队的人水泄不通的，哪都参观不了。哦，据说票都卖完了，今日门票已售罄。但是这个人相对大佛寺来说还是少一些了。据说是岭南的一座文化大庙啊！哇，排好长的队啊！我看能不能飞一个无人机啊！哇，在外面你排进来了，要在这又要再排，你要排2次队。我们从正门看一下。哇，这有飞机耶，估计无法航拍。
想到啊，北方是冰雪世界的海洋，那么这个暖和的岭南地区是花的海洋啊，都有各自的特色。如果在北方的话，这些形状就是用冰雪雕刻出来的。这是有个牌楼，古寺流芳。在乎别人怎么看，怎么说？太多的借口，太多的。别再问我难过时候好的过，或许会消失的理由。新年第一天啊，我们来这个古寺那里。地铁里面的 7-Eleven， 我以前深圳工作的时候经常喝这个。里面是什么馅的呀？梅菜猪肉馅的10块，然后糖的是9块。我们新鲜的，新鲜弄的，不是冰冻的。牛杂15一碗。对。牛腩20一碗。糯米糍粑。这是老的街区的感觉，前往永定坊，从地铁站往那边走，路过这样一个也有点年代感的一个社区。第一次看到卖甘蔗，现榨甘蔗值6元一杯。这是黄沙地铁站出来。28一份。优手。走路。粤剧艺术博物馆。这种街区啊，在广东很多地方都有，这种老的骑楼街区哦。永定坊，广东粤剧。不要逆行，不要逆行啊！慢慢走，看好脚下啊！一个给一个。这坊是进去不可嘛？王家玉。不要右手边啊，靠右手边。这是各种创意的店铺。李小龙主居特展。哎妈呀，也是。Bruce Lee。介绍李氏族谱。李小龙主居里面太挤了，如果换平时人少的话。但今天属实是有点没法操作。永庆坊牌坊，李小龙主居八和会馆、粤剧博物馆，进来难，出去也难。进入景区靠右行走，不要逆行。在里面逛，心情是挺忐忑的，
人太多了，人挤人，那我还是离开这里吧。广州有好多这个糖水铺，但是价格是超贵。广东凉茶，这支15元2瓶。离开这些景区才喘一口气。这个是老的一些建筑啊，挂着2头醒狮，有一些是停在路边的车，有一些是被堵住的车，如鱼得水。这些单车啊，比大概这种共享单车刚面世的时候要舒服得多。现在的骑行体验很舒服啊！我记得刚大概10年前还是多少年前刚出来的时候，还没那么舒服。广州文化公园，下午3点半。到处张灯结彩的哦，公园还能看花啊！这个桃花开得正艳，哇，这里一阵花香扑来啊！这是什么花呀？文化公园灯饰，晚上呢这些雕塑就亮灯了，好看。好多这个大叶榕。这是花灯，晚上亮灯了，那就很艳丽了。那边你看，高大的木棉树，这挂满了橘红色的木棉花。哇！早上的这里有醒狮表演，我看直播的时候。文化公园的迎春花卉。好。迎春花卉。13行博物馆，你看，今晚就在这个两江交汇的地方，据说有几千万价值的烟花绽放，所以呢，现在距离江边几百米的地方都已经开始管制起来了，1个月以前就要预约了，所以现在能进去的人都是1个月以前预约成功的人，都是用这个蓝色的这个栅栏给围起来了啊。整个绵延可能几公里的，距离江岸几公里的这个路段都被管制起来了。你看正常的话，在这个地方能看，在这个地方能看，在这个地方能看，但是现在你没法进去。他们能进去的人都是有票的，要么就是在里面。你看，这里距离江边就不远了，大概就几百米吧。全部管制起来了。
1个月以前就要预约了，那能有几个游客知道这个讯息呢？这个烟花燃放的地方就是两江交汇的中心啊，所以它三面的这个滨江公园全部围起来了。我看看能不能有路。哇，这么多的江边，全部围起来了。按理说，给大家看一下。正常呢是不给走，我就走上来了，我看能不能有什么办法能看到吗？还有几个小时才开始，该出动那么多警力，让我想到，这个就是人民桥，这是要干嘛呢？这个人民桥都围了这个东西，不给你看是吧？我的天啊！他围了这个栏子，让你看不到烟花，就是我这理解不了了。这是一座桥，朋友们，它这个下面就是江，然后呢围了个2米高的、2米多高的一个蓝色的铁皮，反正就是断了你在江上看烟花的这个心。我记得香港维多利亚，它也有一年这个也看烟花秀啊，根本没有这种层层升烟的感觉，就感觉好搞笑。现在连这个桥都给你围起来了。马个小区的入口或者出口，反正就是堵得严严实实的啊。想方设法进不去。在这能看到朋友们找到一个小区的一个天台，但是现在才5点钟不到，8点钟开始，太早了。真的像是那种闯关游戏一样，我就各种找那个突围的口子，发现就是基本上没有任何漏洞哦。有预约号的能进来。25元一份的牛腩猪肠粉，它长相像猪肠啊，但是就是大米肠。咱们吃过饭，等一会儿我们拿带来给你放。这个就是检票口前面的一个餐厅啊，都是来看烟花汇演的。呢個係相機嚟嘅。係相機啊。可以㗎，有啲咁細啊。呢啲係咪真係自拍嘅相機？係自拍。哇，挺好吃的，这个浓稠的汤汁裹在这个猪肠上。呢兩我都唔知道啊，點解會有好似拍得效果好靚。聽說江邊的一些樓房啊、樓頂都封鎖了。前面我们看到了，在里面大概400-500米啊，有一个检票口，在这个小区的出口这里啊，又有一个检票口。我出去了就进不来了，而且犹豫要不要出去。天，好大！
这样5点多、4点多就入场了，好多人要在里面坐3个多小时等着。哇，这排队进地铁站的那么多人，我的天啊！谁说这个广州城空城了呢？亮灯了，马上上楼，马上有钱。大年初一在广州，很多人会去到寺庙去烧香拜佛，祈求福运。那么我早上来的时候呢，排队进入古寺人太多了，所以呢我就暂时去了别的地方来。到傍晚的时候呢，我还想碰碰运气，看一下现在人是不是少了。果不其然，现在呢不需要排队也能进入到大佛古寺里面。您在这里工作是吗？我在这里当义工的，开心啊，很好啊。看到阿弥陀佛菩萨加持，是越来越好，身体健康，我们都是一样的。心态真好啊！跟菩萨加持嘛，保佑嘛，有缘跟佛有缘的。百合。对，蝴蝶。蝴。到处是请香的人们。不去吗？不可以的，这个是在下面的。好，新年快乐！啊，香是。别仔，等等。
观音殿、大雄宝殿，这边是地藏殿。请香亭。新年。后面的走回来。朋友们，我临时决定要回广西南宁了，才在广州过了一个夜晚，我就待不住了。我想还是回到我比较熟悉的城市。今天是大年初一的晚上7点半。大年初一晚上的广州站，看看的景象啊。我是在2楼。我在想，大年初一晚上还在坐动车出行的这个乘客们啊，都是什么原因？本来想在广州再待的，然后昨天我订那个酒店公寓的时候，那个前台告诉我，大年初一晚上会涨价许多的，大概是因为有这样一场烟花秀吧，也许是因为看不到烟花秀，所以呢有一点点心灰意冷。这也是可能我行色匆匆就离开广州的一个原因吧。好像是大年初一晚上7点半还在坐动车出行的人。大年初一的晚上7点多，我还在坐动车出发下一座城市。已经3天去了4个城市，3个省份，就是大前天从广西到。这个动车是直达南宁的，不经停任何的车站。我们看，朋友们，你们经历过这个吗？这也是难忘的回忆。动车一个乘客都没有。看一下这个车厢，倒是有哈，但是不。这种感觉还是人生头一次，可以放肆的把声音外放。这首歌叫《When the Sun Rises》，仿佛是一个人穿越低谷，看见曙光。这是直播广州珠江的一个无人机烟花秀的直播。据说这场耗资几千万的表演将持续45分钟，从大年初一晚上8点持续到8点45。很遗憾啊，只能通过这个手机录屏的方式跟大家分享广州的大年初一晚上的最万众瞩目的一个灯光烟花秀。